嘿，大家伙儿早喽！4月14号星期五啊，看已经在波士顿跑步了，来到了这条河边，小伙伴们推荐的。但是这条路也不长，据说是有人拍到基普乔格在这条路上热身慢跑了，他们应该已经早就到了，因为虽然时差不多，但是也是有。有一期视频还没发，是昨天的，我打算这期发完再发。看脚上的鞋，3代的 Vaporfly Next， 这应该就到头了吧？对，这应该到头了。哦，有人划船了都。昨天买的这双鞋200多刀，1500多块吧。现在应该都是一样的价钱，意外的好穿啊！它这次整个鞋面重新设计了，也包括材料，就觉得比2代轻了不少，感觉上。至于鞋底儿的这个状态呢，感觉和2代差不多。我那部视频也说了，都没有1代那么激进。1代的 Vaporfly 是适合就不追求稳定性、有能力的业余精英冲成绩的，但是现在也买不到了，能买到的也不建议大家买了，因为都是很早以前生产。现在这边是早上6点半，这2天这边特热，昨天的最高气温都到30度了，现在差不多得有19度、20度，但是明天就降温了，降到10几度。明天是家属5公里比赛的日子，看这是一个大的湖。现在这个时间跑步的人已经不少了，今天轻松跑一下，试试这双鞋。如果这双鞋感觉特别好呢，比赛就穿它，但是很可能不穿啊，因为这场比赛绝对不能冒险，我也不冲成绩。好久没有跨国旅行了，这个时差真的是挺可怕的，很难受。昨天8点睡着的，然后快10点的时候就睡了2个小时不到，就觉得睡了好长时间就醒了，当时特精神，强迫自己接着睡，睡到凌晨1点半，躺到了2点就起来了，然后5点的时候家属也睡不着了，在房间吃了个早饭，今天是吃完早饭出来跑，刚吃完就没休息，觉得身体有点重哈。而且带手机了，怕迷路。今天打算在这河边绕一圈就回，一会儿换个视角，举的时间长有点累。这双鞋还不错。
险。哎，4月14号星期五清晨7点02啊，训练结束，8.3公里，39分钟，平均配速4分42，心率150，步频192，功率211。看没，这个时差还是有影响的，是不是？心率稍微的高了一些，这几天确实，差不多这3、4天，可能也就睡了平常60%的睡眠。刚才跑的过程中就没有说话，因为觉得那个环境和气氛就是咱们就纯享吧，是不是？我配点音乐。这双鞋，看这双鞋真的挺舒服的。今天特别热，但是穿的是这双比赛要穿的袜子，Nike 的一双竞速的 Race Day 的袜子，比赛日的。然后这鞋看前面这个网眼，它整个是一体的织面，跟2代不一样了，跟1代也完全不一样。穿上以后没跑步之前呢，觉得是比2代轻的，然后跑起来呢感觉差不多，就是1、2、3代其实在重量上并没有明显的感知，虽然有一些区别啊，并没有太明显的感知。鞋底儿的这个回弹和动力，确实2代和3代我觉得都不如1代，当然也有可能是1代那个时候是一个新的开始。因为4%的那个尝试其实是，在动力上不是那么的澎湃。真正我觉得有澎湃的碳板的动力，就是从1代的 Max 的开始，那双鞋穿上真的有那种停不下来的感觉。而且像那种竞速鞋，比较激进的竞速鞋，不追求稳定的竞速鞋，你穿上以后走路是很不适应的。但是其实像2代和3代，你穿上走路和普通的鞋感觉差别不大。这双鞋唯一的好处就是，我觉得比较适合像身材比较瘦小的、矮小的亚洲人，就力量没有那么强大，踩不动阿尔法 fly。我其实有点踩不动阿尔法 fly，而且看鞋里边那个足弓有点瘪。这双鞋的鞋底的感觉和2代差不多。我的判断是肯定不会磨脚，不过应该17号还是会穿习惯的鞋吧。行，那今天就这么着。今天去博览会去取东西，一个是我的，一个是家属的。中午吃完饭就去。今天博览会是第1天，11点才开。去完以后就休息了，然后明天后天应该有轻松跑。明天是家属的5公里，后天纯休息，大后天比赛，行吧？那就这么着，还是祝大家能努力生活，健康平安，也祝我这几天在波士顿顺顺利利。那咱们回头再见，加油干！